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中文课。本期课程是由每日中文课官网赞助播出。今天是星期一，周六周日转眼又过去了。我不知道正在观看每日中文课的朋友中，有没有人一到星期一就不想上班呢？你除了说我不想上班，你也可以说我没心情上班，或者我不在上班的状态。比如你没法注意力集中，想不起来今天该做什么工作，你完全不在上班的状态。有人甚至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周一综合症。你看症这个字啊，它像病一样，有一个病字头，所以中文里有一个词叫病症。有的人发现一到星期一自己就不想上班，这种现象就好像一种病一样，于是开玩笑说自己得了周一综合症。如果你真的不用上班，你要在家做什么呢？我们来和大家练习几个中文表达。我给你一个动词，请你完成这个句子。躺在哪里呢？我想躺在沙发上，我想躺在床上。刷什么？我想刷手机。刷短视频其实就是看手机的意思，或者玩手机的意思，对吗？下一个词，追。我想追剧。剧其实指的是电视剧。我想追剧，现在最流行的电视剧，我昨天才看到第2集，后面还有30多集呢。我想追剧。最后一个词，发什么呢？发呆。我什么都不想做，就想放空自己，发呆。可是大家到底为什么不想上班呢？我准备了6个最常见的不想上班的原因，看看有没有哪一个说到你心里去了。说到你心里去了，就是指正是你想说的，正是你心里想的事情。第一个，不喜欢打卡。打卡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要知道，打卡机它是一种机器，很多公司都有打卡机，他们用打卡机来记录员工的上下班时间。我到公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卡，记录我上班的时间。可有的时候呢，遇到堵车、等电梯这种情况，有可能迟到了1-2分钟，但是没办法，打卡机上显示我迟到了。有的公司很严格，甚至会扣奖金、扣工资。扣其实指的是扣除奖金、扣除工资，但是在口语中，人们经常只用一个字，扣奖金、扣工资。第二个不想上班的原因是不想开会，不想写 PPT。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虽然去开会了，虽然去参加会议，但其实在会议上自己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有老板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1-2个小时。更痛苦的是，你还要把会议上的内容写成 PPT， 好不容易写完了，老板又觉得字体要修改，格式要修改，大小写要修改，图片要修改，又或者要修改错别字。如果在你的工作中，你经常需要写报告、写 PPT， 那么你一定要认识2个词，一个是编辑，另一个是修改。编辑其实就是指你正在书写、正在创作的过程。比如我正在编辑 PPT， 就是我正在写 PPT 的意思。我正在编辑这个报告，我正在写这个报告。编辑也可以用来编辑图片，比如我正在编辑一个图片。但如果你发现这个报告、PPT 或者图片哪里不好了，你要怎么样？你要修改一下。第3个不想上班的原因是不喜欢应付同事关系。不喜欢应付同事关系，这里的应付是什么意思呢？
应付什么人，一般是指你很勉强的，你非常不情愿的做某件事情，就是你不想跟同事社交，你也不想跟他喝咖啡，不想跟他聊天，但是出于工作原因，没办法，你只好硬着头皮去跟他喝咖啡，去跟他聊天。啊，刚才我用到了另外一个词，硬着头皮干什么？硬着头皮就是指你不想做什么，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比如你硬着头皮去见某个客户，你硬着头皮去开会，你硬着头皮去见老板，硬着头皮去干什么事情。当然，硬着头皮这个表达非常的口语，如果你想变成一个比较正式的词呢，你可以用勉强的干什么。我非常勉强的去见客户，我非常勉强的去见老板，我非常勉强的去开会。第4个不想上班的原因是我要睡懒觉。有很多朋友都有睡懒觉的习惯，不习惯早起，但是要上班要上学啊，就必须得早起。所以对那些爱睡懒觉的朋友，一大早要去上班，一大早要去挤公交、挤地铁，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第5个不想上班的原因是每天要在上班的路上浪费好几个小时。有的朋友居住的地方可能距离公司比较远，每天要坐地铁，要转汽车，要折腾好几次才能到达工作的地点。那你在路上花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叫通勤的时间。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说一说你每天在通勤上花多少时间，你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要花多长时间。最后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薪水。很多朋友努力工作1年，好不容易等到了涨工资的机会，工资倒是涨了2%，可是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却达到了6%，所以你发现自己工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赶不上就是追不上的意思。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不想上班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不想工作，而是单纯的不喜欢在一个过于组织化的环境里工作。我刚才用到了一个词，组织化的环境。中文里有很多词带有什么什么化，比如国际化、工业化、全球化，还有刚才我们用到的组织化。这里的化强调的是转变的过程。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帮助你理解组织化这个词。假设你去一家新创公司工作，那这种公司通常大家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而且工作内容也比较随机。但是如果你去一家大公司呢，如果想管理好一家大公司，当然少不了公司的结构，还有工作的流程。组织化其实是公司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它的部门分工越来越明确，公司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管理制度，还有工作流程。下次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不想工作呢？你就可以说，我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想上班。我不喜欢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环境里工作。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节课见。你知道吗？每日中文课已经有了自己的官网课程平台，成为我们的官网会员，你不仅可以看到比 YouTube 更多的中文课程，同时还可以下载管理每一节课的中文 ebook。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中文 ebook 到底有什么用，比如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太难了，或者我的语速太快了，你需要查询生词，学习关键句型。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已经把每节课的字幕编写成了一篇篇的中文文章，在文章里我们会标注出关键词汇
核心句型，帮你更快、更高效地掌握每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还有一个最棒的消息是，如果你加入每日中文课会员，还可以定期参加线上见面会活动。如果你想成为我的学生，定期通过线上的形式用中文和我聊天，那么快点加入每日中文课官网会员，我在那里等着你，非常期待你的加入。